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最近看到一句话，觉得写得太好了，职场人要抬得起头，弯得下腰，吞得下委屈。这句话概括了现代职场的精髓。对于这句话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。在我看来，抬得起头就是勇敢和骄傲，弯得下腰就是懂得张弛有度，吞得下委屈就是能够忍耐和坚持。特别是无论身处何种绝境，都能扛得住走下去。职场成功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，很多法则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道理，很多看似平常的职场法则中隐藏着大智慧。譬如说坚持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，然后举一反三，提升自己在行业的水平和地位，助推自己笼络更多的资源和要素。再比如说忍耐，无论面对什么困境，都不轻言放弃，咬牙坚持，扛过最困难的时光，默默努力积蓄力量，最终量变引起质变，走出人生风雨。这些简单的道理还有很多，我们行走职场，不一定非得懂得什么高深莫测的法则和什么讳莫如深的思维，把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学深学透，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，就可以积累优势，不断成长。优势往往是一点点积累的，不要想着一口吃个胖子，也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。就如刚刚说的，抬得起头，我们在职场中打拼，无论在什么行业，无论身处行业什么地位，一定要自信勇敢。很多看似很难的事情，其实并没有那么难，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也许勇敢一点就办成了。要相信自己，要相信明天，这并不是鸡汤。如果你连自己的未来都不相信，那么你的努力意义何在？自信、大方、勇敢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，也是为你争取好印象的优秀品质。弯得下腰，职场人要学会顺应形势，张弛有度很有必要，没必要做一个较真的人，不屑于做一些人情世故、礼尚往来的事情。其实在某些关键时候，弯下腰顺应形势，去借助一些力量，自己的事情反而比一味努力更容易推进。弯腰不是认输，是以退为进。在职场中太过刚硬，什么事儿看不爽都正面应对，绝对不是智者所为。该低头的时候低头，这不丢人，这是保护自己，也是借助资源的一种方式。学会打通人的环节，学会打通关系，也是一种大智慧。吞得下委屈，工作中一定会受到委屈，无论你有多深的背景和关系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不一样的是对待委屈的态度。有人受了委屈就憋在心里，长期得不到释怀，左想右想都想不通，越想越难过，那股劲儿自己和自己较着，就是不愿意放下，最终落到耽误工作，甚至影响健康的地步。有的人遇到委屈，总结经验和教训，然后就不再去想，收拾残局，站起来继续前行。时间长了，这种人走的一定更远更稳。所以职场人不要总是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成功的法则，所谓的高深莫测的大智慧，只需要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，做一个懂得张弛有度的人，做一个承受压力的人，就能迎来个人的机遇，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现代职场没有真本事不行，手上必须有2把刷子，这是一个职场人的基础，也是最大的依靠。俗话说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，什么都是虚妄的，只有自己靠得住。危急时刻指望别人来救你，不如平常锻炼好自己的技能，自己能够解决麻烦才是最靠谱的。什么是职场安全感？那就是真本事。我们要学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就做好当下，把当下做到极致，这样机遇就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来到你的身边。2、正确对待批评和表扬，批评也好，表扬也罢，都不需要太在意，听过也就行了，千万不能把批评和表扬放在心里，久久不能释怀。对待批评，总结好经验和教训，确保下次自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，然后就可以把批评扔到一边了。对待表扬也是，把好的地方继续发扬光大，然后就把表扬扔到一边。在表扬或者批评中久久无法释怀的人，是心理素质不健全的人。要明白，他们只能代表你的过去，不能决定你的未来，眼光向前看才是重点。
因为表扬而沾沾自喜，或者因为批评而闷闷不乐，完全没有必要。大踏步向前，不要因为这些影响自己。3. 打通渠道是必要的。什么是行？首先你得行，其次有人说你行，最后说你行的人得行。听过这句话吗？职场是个江湖，说白了，干得好不好是人说的，有足够分量的人说你好，那你不好也是好。很多人说这种风气不好，但是这就是现实，改变不了游戏规则就得遵守，所以一定要学会打通人的环节，礼尚往来是必要的。你要明白一点，你周围的人都在为了笼络更强大的人际资源而努力，甚至有句话这么说，你周围的同事都请领导吃过饭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必要的时候要厚着脸皮，敢于去表示，争取好印象，这不丢人，这是为自己铺路。某些关键时候，有大佬为你说一句话，你就赢了。最后我想说，职场中发展从来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，只需要我们抬起头，骄傲自信，弯下腰，张弛有度，吞得下委屈，坚韧不拔，就可以走得很稳，积累比别人更多的优势。